Hello， 大家好，我是三安倫，這是我們2026年2月沖繩行的第一部影片。第一集剛好遇到人中之樓吉山上市，所以第一集主題就是人中之樓山的聖地巡禮。這部影片我會分享幾個人中之樓山蛋跟吉山出現的場景，然後跟2026年的現在做個比較，還有一些在國際通旅遊點的介紹。然後在影片最後我會稍微聊一下吉山，但是我不會說到吉山的劇情，大家也不用擔心被爆雷。那我們這邊就開始吧。首先，岸人開始接觸人中之樓系列是從2016年開始，所以比較晚。主要是因為我喜歡的日本樂團壁紙主唱稻葉浩志唱的主題曲，所以我才會開始接觸人中之樓系列。但是那時候我已經去過東京和大阪還有橫濱了，所以後來我也陸續去了福岡的周中還有名古屋。於是沖繩這次就成為了我的朝聖目標，希望未來還有機會去廣島的尾道還有夏威夷。首先，今天的第一個景點也就是美瑛橋車站，也就是遊戲中的琉球街前車站。從這裡可以往返牽牛花，還有打高爾夫球。現實的美瑛橋車站跟遊戲裡面差不多。現在岸人站在車站上口看一下街景。現在這裡左邊是往出町，不過由於我中午跟朋友約吃飯，所以我這部影片不會往這裡走。如果有機會拿的朋友再幫我去朝聖一下吧。然後出站以後，第一棟建築物在現實中是商辦大樓，在山蛋看起來也是商辦大樓。不過在吉山這裡外牆則是天馬的廣告，然後也是流盤館。所以以現實社會來說的話，是山蛋比較符合大樓外觀。來車站拍一下，因為等下不會經過了。美瑛橋這裡現實跟遊戲的差別就是現實的路很寬，而且斑馬線不多，所以如果想拍這個橫穿，需要走點遠路才能看到。然後在橋上也會有美瑛橋的字樣，但是在遊戲裡面就比較可惜是沒有的。然後現在看到橫穿方面也是現實看起來寬闊許多。那我們現在就慢慢往國際通方向走。遊戲裡面說要走到國際通很快，可是現實中也要走到國際通，可是要850公尺。途中會經過一家聚合屋，有時間的朋友可以逛一下。現在2月的沖繩中午高溫也會達到20度，反而沖繩的氣候就比較像台北了。同時期的2月，大阪跟東京都是在10度以下，不過來沖繩只要穿一件薄外套或者帽 T 就可以度過白天。然後現在快到國際通以前，會看到一家很大的藥局，旁邊還有台灣的貢茶。不過等等再往前走，還會有50嵐，會再帶大家去看看。現在已經看到國際通了，前面就是山店街的路口，右邊就是唐吉訶德。不過在遊戲裡面沒有唐吉訶德，就是了要去到東京才有。這裡的唐吉訶德在吉山有一個小細節，吉山在這裡做了一個往下走的區域，在現實的確有一個樓梯可以往下，也就是唐吉訶德販賣日本土產伴手禮的地方。然後目前看到的是市場本偷山店街，跟遊戲中做的很像。正面就是從美瑛橋走過來方向，右邊則是星巴克。在遊戲裡面雖然不是星巴克，但是也是一家咖啡廳。現在看到的是市場本偷的入口外面，在遊戲裡也有一間要走向階梯的商店，在現實中則是台灣的50嵐。台灣的50嵐進軍日本是叫做 Koite。雖然當年在山蛋的快可力已經結束了，不過在這裡還是能喝到台灣的手搖飲。現在我們走進去山店街，只能說山店街的還原度也是相當的高，也有一種走在遊戲裡面的感覺。現在市場本偷山店街走一走，就會看到木之市場，也就是遊戲裡面的公設市场。
不過現實中的募資市場在2019年重新裝潢過，所以現實的樣貌與金戈遊戲的畫面差異很大的。不過在這次的集3還是保留了3彈市場的風格，讓大家可以回味。在募資市場裡面，一樣可以藏滿很多伴手禮，像這款辣椒水就很適合拿來拌麵跟拌飯很好吃。在遊戲裡面玩法2樓都要走樓梯，現實則是有電扶梯的。然後在2樓也有幾家餐廳，聽說可以當顆要領，也就是在1樓買好海鮮食材以後再上來給餐廳。不過這方面2樓就沒有研究了。現在看到的2樓這家餐廳，聽說是一位台灣阿姨開的，所以在這裡會遇到很多台灣旅遊團跟台灣人在這裡用餐，相當有趣，就好像你還在台灣一樣。現在拿到國際頭上的卡樂比，在這裡可以吃到限定口味的薯條，還有購買伴手禮。不過遊戲裡面就沒有卡樂比，但是這裡也是遊戲場景之一。我們第一次遇到莉野跟幹夫還有鑰匙櫃的地點就是在這裡。然後便利商店在現實則是 Lawson， 這裡的話按了錯屏一下，在 Lawson 的門口會有一個寶可夢像水道蓋，同時風速狗也是抽神寶可夢的代表，喜歡寶可夢的朋友可以來拍一下。现在看到這裡就是莉野跟幹夫蹲點的地點。這裡有個樓梯往上走，就是遊戲鑰匙櫃的地點。不過遊戲畫面跟現實中完全不一樣，現實中這裡則是一個公園涼亭，還有公廁。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來這裡。現在來到夜晚的美瑛橋車站，同時也是國際頭最熱鬧的時候。普魯西歐是沖繩最具代表性的冰淇淋品牌，在1948年開業，店內有將近30種的冰淇淋口味。沖繩有名的是猴芋，所以這裡也有猴芋口味。不過由於2樓不敢吃猴芋，所以我就吃自己喜歡的草莓口味。不過這家冰淇淋偏甜，不喜歡吃太甜的朋友可能要考慮一下。然後在3彈一樣有普魯西歐，但是可惜的是在集3沒有的。不過3彈的版色跟現實中還是差不多。接着一樣從集3消失的還有炮聲站。3彈遊戲跟現實中的細節也是很細膩，無論是遊戲還是現實，招牌都有變數或者路燈擋住。然後再來是沖繩屋，一樣也在集3消失了，不過現實中的沖繩屋則是很大家。门口還有2座巨大的風獅爺，在集3的話，這裡是變成了換衣間，還有攀大樓梯的地方。試玩版是可以來這裡找瑤一起攀大樓梯。這次在集3有出現的88牛排，在沖繩也是有名的牛排連鎖店之一，在國際頭就至少開了4家。不過艾倫是推薦大家到國際頭溪口店，因為我們前面先去了其他3家分店，都客滿要等很久。拿到國際頭溪口店這家反而空位很多，不用等，所以我想跟地點比較偏離國際頭應該也是有關係，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直接考慮來這家分店。88牛排這家的話，點1份牛排、沙拉、8個白飯就可以無限享用，但是飲料跟冰淇淋就要另外加錢。如果最近來到沖繩的話，除了在超市可以買到聯名合作的啤酒，也可以在便利商店吃到普魯西歐的夾心冰淇淋，在遊戲裡面也是恢復道具。然後也可以考慮到2手店挖宝实體版遊戏來做收藏。然後如果是來到 Paco 的 Fleury Fankai， 也能找到 DRG 的模型。近期未來沖繩的朋友們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來看看。最後來聊聊集3吧。
這是吉山的風格色調，如果跟三代比起來，我還是比較喜歡三代的色調。然後像是立野跟干夫，我也是喜歡三代的樣貌，不過吉山整體還是鬧玩許多，戰鬥模式上的多樣化加上流暢感是遠遠勝過三代。三代打一打常常都會碰到敵人被卡死的情形，不過這也是很有趣的。但是我目前玩吉山會遇到畫面嚴重閃爍的問題，一樣的電腦配備玩7代各班段包含外傳都沒事，唯獨吉山就會一直閃爍。不曉得是我電腦配備還是遊戲圖像設定上的問題，如果有知道答案的朋友趕快留言告訴我，麻煩按圖一下。然後这代的小遊戲跟一些不能透露太多劇情卻是老梗的遊戲模式都很有趣，而且一展真的好可愛。現在能看到老遊戲豪宅、各救護車以及魔法卡車冒險，加上常常可見的射飛鏢、麻將、卡拉 OK、撞球，可以說是很豐富。在其他遊玩方面，透過在商店街消費獲得摸彩券，可以參加抽獎，以及參加收集攝影照片來解鎖稀有道具，這一點也是大大增加遊戲的耐玩度。而且這代的攝影模式相當多樣化，喜歡攝影的朋友會很喜歡這一代。在能力提升方面，除了使用金錢來提升，特殊能力也要透過鍛鍊點數來解鎖，也就是成就目錄的概念。前面按钮忘記幫大家計算，從這裡開始算到這裡，大概需要27850點才能練完全部。解鎖稀有道具的方式還有透過啦啦啦的商店來收集，不過啦啦啦這模式我倒是有點懶得玩。賺錢的方式還能透過復仇者，也就是賞金獵人的概念，在2個城市分別找出目標，並且打倒他們就能獲得賞金，目標也會根據進度解鎖越來越多。這次的鑰匙算是很好尋找，艾倫只是在路上隨便逛街收集一下影片素材，也就收集到了21個鑰匙。よし、開いた。最後就是提醒大家，在一開始城市町要前往冲繩的時候，會有一段時間不能再回去城市町，所以如果想在2個城市好好先逛一逛的朋友們，記得城市町這裡要分開存一個檔。好啦，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大家趕快來玩人中之龍吉山吧！也感謝大家收看這部影片，如果喜歡艾倫的影片，歡迎按讚分享，訂閱我們頻道，感謝大家，我們下部影片再見。美味しいね。うん。